男嘉宾小军37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销售；女嘉宾小许30岁，来自河南，无业。来，有请这对夫妇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，一个湖南，一个河南，大老远的啊，怎么认识的？原来我们俩都在深圳打工。哦，打工的时候认识的。这朋友介绍认识的。啊，现在在哪儿生活？深圳吗？我们在长沙。哎，回了你的老家了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是一结婚就回去了吗？没有回家结的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当时我家里我父亲生病了。哦。还有我妈也不在了，就父亲一个人在家。啊。他病了的话呢，身边没人照顾他，啊，我就跟他商量，我说我们回我老家去，他也很坚决，当时很支持我。啊。我俩就把工作啥的都辞了，啊，就回我家。那现在老父亲身体怎么样？父亲已经不在了。走了？啊，对。什么病啊？癌症，直肠癌。哦，癌症啊。对。等于老父亲发现了癌症，这姑娘还嫁给你，等于嫁进你们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伺候老父亲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，因为我爸生前的遗愿也就是想看着我结婚呐，生儿子，做个爷爷啥的。啊。但是还是没赶上了，差一点了。老父亲没有看到你们孩子出生。差几个月出事的时候，然后就差2月。啊，那也挺难的，等于是吧？两个人感情还不错吧？以前还是挺好的，啊。不过，那孩子出事以后呢，这事儿就多了，就跟战场一样的，经常就吵架啊。为什么吵啊？小片里说了，就对孩子不好是吗？我就觉得你孩子嘛，总想给他最好的。但是我老公不这么想嘞，啊，特别是他现在又限制孩子身上的支出，啊，我就觉得你既然你把他生出来，你总要对他负责任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他爷爷奶奶也不在了，就我们两个人疼他，你为什么不多疼他的？啊，我就觉得这个问题。他应该很疼孩子的吧？那孩子是我肯定疼嘛，只是方式不一样啊。对，他接受不了。你看，就像有一回，他把孩子的奶瓶打碎了，我就让他买一款一模一样的。他就觉得贵了，买了140多的，但是你孩子不用啊，因为他那种材质啊，他已经用习惯那种了，他就觉得不想给孩子花钱。是不想花呀，还是确实手头比较紧的？那肯定的，因为他自从带小孩以后，也从来没上过班，也没说去这个家也没有不归他当，所以这个每个月我发了这点工资，一个月就能挣这么多钱，你说孩子要用的开销地方可多了啊，那他就凡是用最好的，你不想想一个月就这么点钱，我爸生病那会儿借了钱你不知道吗？那这会儿还没还清呢，那你说这日子咋过呀？一个奶瓶的200-300，奶粉要进口的，衣服要穿那个大品牌，啥都要最好的，你说这怎么整嘛？你孩子小啊，他抵抗力没那么强，你总要选一选对他身体好的嘞。特别是他几个月的时候，他对什么东西都好奇，他什么东西都往我嘴巴里面放，你肯定要选那种无毒的吧？你整天在家带着他，你不会不让他塞呀？我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看着他，我总要搞卫生吧，总要做饭吧，我一个人在家，这不是我做的吗？你应该比较节俭对吧？是的呀。你老公节俭吗？我们两个现在都很节俭。你说他为了孩子。把我俩磕成啥样了？真的，我上个班我就整天穿个工装，皮鞋就50块钱一双。完了，他在网上给孩子买东西，我说给我买件衬衣，也就30-50块钱，不给孩子买的，给你买啥呀？那他自己呢？他自己也舍不得花。好，这次为什么来这儿啊？因为崽要上幼儿园了嘛，我就选了一个条件比较好一点的，他觉得太贵，上不起。我以前是农村的。我没享受到的东西，我就想让我崽享受到，然后他就是我的希望，我只要有的，我就想给他提供。这个幼儿园一个月多少钱？一个月才5-6千块钱。您一个月挣多少钱？我一个月也就挣这么多钱。那把这个钱都给了崽上幼儿园了，怎么办呢？上了幼儿园以后，我也可以上班了，我也可以负担一部分的。我不这么想。很多东西不是说你想的那样子的，当你实际上到那一步的时候，真的就很困难了。我就想着现在节省一点，我俩现在还欠着账呢，欠几万块钱呢，那我得把这账慢慢还清，再一步一步的来。你这一开始就要求这么高，光一个小孩现在还没上幼儿园，一个得花好几千，
啊，你说我自己一个月真的中午呢，我也不回家吃饭，在外面谁不就几块钱应付一餐，真的都省成这样子了。他自己也是的，我给他买件衣服，啊，他说不好看，硬给退了，自己再加点钱给孩子再去买双鞋。你说他自己都这样了，我觉得真的没必要这样子，真的太过了。你看，我从08年开始认识你的，你看这么多年了，从认识到结婚，我们当时是属于裸婚，你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我也嫁给你了，我就想着你对我们崽好一点，你休息的时候能不能多陪陪他，多疼疼他。小孩子他长得很快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一下子你就抱不了他了。你看他笑的时候，难道你不觉得心里很大的安慰吗？他童年这么短的，我没有其他要求，我就想让你对他多好一点。评价一下你妻子好吗？我老婆呢，其实没别的，我俩08年在一起到现在，真的已经8年时间了。很少有这样的女人，真的，她从来不对你要求什么，强烈要求你要像有些女人要买这样买名牌啊，买什么金器啊这样那些的，而且性格也比较好。我也知道她心里苦，她都忍着，她都憋在心里。这次来了也是她因为可能心里面憋得太久了。憋得太久了。评价一下你老公。我老公这个人呢，他有时候有点孩子气。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人蛮有上进心，蛮有责任心的。但是生了孩子以后，我就觉得他松懈了，他那个责任心已经不强了。我就想着让他以后可以踏踏实实的上班，不要再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。他现在没有踏踏实实的上班吗？我们回到长沙以后，可能工作不顺利，他就老换工作，然后换了工作以后呢，他肯定就是说我们就工资接不上去，然后我虽然说我想给孩子用好的，什么东西都想用好的，但是我也没办到啊，你一个月就那么多的工资，是不是？很多讲述其实挺让人揪心的啊，尤其是当这个妈妈说到孩子童年很短的时候。我看两位都好吧，看看老师怎么帮你们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的确，有个孩子感觉就不一样了啊。但是说心里话，其实对这一块呢，我更有心得。为什么更有心得呢？啊，本身我是搞心理学的，在我接触成年人当中，我发现其实很多人的这种心理问题，包括在现场很多年轻的嘉宾。他们在恋爱观和为人处事层面上可能会有很多问题，那么这些问题其实如果追溯下来，你发现它会和父母的教育有关系。父母没有不爱自己孩子，但是不小心却爱错了自己的孩子。
从你的答案就可以看出你们的爱情出现了危机了。表面上看是钱的问题，但实质是你们爱情出了很大的问题。刚才赵川有问你们两个人对对方的评价感受，其实在有孩子之前都是非常积极的评价，但为什么就有了孩子之后，两个人的爱情出现了危机？第一，这孩子之所以有，不是以你们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不在你们的规划当中的，而是为了你的父亲，想他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自己的孙子或者孙女。虽然他没有见到，但是孩子已经出现了。你们其实双方都是手足无措的，你没有想好在现有的经济条件、现有的你们感情基础上，应该怎么去养这个孩子。你的要求超过了老公所能承受的一个范围了。我很担心你现在的爱是在溺爱。坦白说，我有2个孩子，老大时候我的确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溺爱，表现之一就是他要的玩具多贵我都给他买，形成了一个什么不好的习惯？他对价格完全忽视，随便一个玩具买到了玩一会儿就扔，一点也不知道珍惜。当我发现这个我的错误的爱的时候，我试图再挽回。现在我已经规定，去超市买玩具不能超过150块钱，不能。第二，不能说你要求有玩具我就一定要给你买，一定是有节制的。慢慢的我在扭转他的这种不好的习惯，但这个习惯是我的错，是我养成的。你认为给到孩子最好的，其实并不一定是最好的，而真正给到孩子最好的是什么？你的爱和他的爱，这样才能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跟你说3点啊。第一点，那些口口声声说要给孩子最好的、上最好的学校、买最好的东西的人，其实不是想给孩子最好的，只是让自己脸上有光而已。140的奶瓶和200的奶瓶有什么区别？那么小的孩子能够对于某种材料会有所谓的执着？5000的幼儿园和2000的幼儿园到底好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你根本不知道。你只是知道5000的一定好，因为别人的都上5000。你以为这样就是对孩子好了，这样就是作为一个母亲问心无愧了，其实根本就不是。第二，什么是最好的？如果为了给孩子物质上最好的，导致到你们夫妻之间根本就不和，那么你给了孩子最好的，给孩子最好的就是夫妻恩爱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孩子每天脸上带着微笑，知道这是个幸福的家庭，爸爸妈妈都爱我，爸爸妈妈很和睦，这是最好的。而你每一次在说到这些东西的同时，都是在羞辱他，在打他的耳光，说你不行，你无能。那么孩子现在3岁，马上上幼儿园了，其实孩子很多东西都知道。你再这样做下去，很有可能导致到你的孩子和他之间产生极大的分歧。比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在家里吃饭，好的全留给儿子，丈夫不准动一口。我想请问，他们父子俩之间的矛盾，是不是都是你累积起来的？他要陪你过一辈子的，你的儿子迟早要跟另外一个女人跑的，谁重要嘛？我老婆问过我这个问题，说女儿和我谁重要？我说你开我什么玩笑，这有什么好比的？很显然，老婆是第一重要的，女儿永远是第2重要的，因为迟早有一天她跟别的男人去走的。那我怎么给女儿最好的呢？我也什么都买最好的吗？不，我觉得如果我要给我女儿
最好啊，你们俩在一起就最好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想说，老婆，这么些年真的不容易，我们再坚持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会努力的，给你们最好的。好，我也改变。我们一起加油喽！哎呦，你干嘛你？抱。其实真的，老婆才是最好的。你进来吧，你看要哭了吗？哎，你们上次这么拥抱是什么时候大概？没生孩子之前。啊？3年了。3年了。2位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。所以你做这种节目的时候才能体会嘛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嘛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关门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、聚义力、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对夫妻。跑呀，拿个什么劲儿啊？快跑吧！这老婆好不？我老婆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婆。你这老公嘞？也好。不是最好的啦？你看，谁是最好的呀？老公是最好的。哦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哦，谢谢。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吧，各位请见证。送给您要保湿一杯湿，不仅对老公要好，对孩子要好，对自己也好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改变自己哦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请回。